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网传袁冰妍为了拿到好资源，甘愿为杨幂做配角，工作室惨遭炮轰。自从电视剧《狐妖小红娘》月红篇传出杨幂和龚俊要接演的消息后，大众是万分期待。尽管官方还未官宣，可大家似乎已经认定这是事实了，无非就是等一个信息公布结果就是了。时隔2年后，杨幂又再次接上古装大剧，这估计也是观众们最为期待的地方了吧。再加上还有龚俊的人气，这电视剧要是官宣后，期待值可想而知。不过除了主演外，网上还流传出了关于配角们的演员表，而这里面最让人吃惊的就是袁冰妍了。根据名单信息来看，袁冰妍将接演女二涂山雅雅这个角色，而另男二则是张云龙。张云龙很好解释了，毕竟是杨幂旗下的艺人，只要有他的作品开拍，似乎总能够看到这些熟悉的演员。可是在袁冰妍这里就不太好理解了。在观众们看来，袁冰妍自从琉璃之后，人气也是很高的，并且之后接的剧也都是女主的身份。尽管她和东家闹得不太愉快，可结果不还是冰释前嫌了吗？如今在这部剧里怎么就能够甘愿接下女二这个角色呢？其实想想这件事也没什么难理解的。虽说袁冰妍近几年来都是以女主角的身份出现在作品中，可要想再超越当年的琉璃似乎是很难了。再加上她的口碑也在一点点下滑，接的角色说好不好，说不好还好的感觉，总之就是雷声大雨点小，让观众们没有很迷恋的冲动，也没有可值得热议的高话题呈现。所以在这些结果面前，袁冰妍也得为之后的角色好好计划一番，哪怕不是女主角，可如果资源好，主演能够拉动起电视剧热度的话，那还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。若按照这个思维模式去分析的话，袁冰妍去给杨幂做配还是极有可能的。要知道杨幂的人气恐怕2个袁冰妍都不及，如果角色足够吸引人的话，势必也会成为下一个顶流不是？当初赵露思不就是为热巴做配了吗？后期她的资源不也是让人望尘莫及吗？又是搭档杨洋，又是搭档吴磊的，这还是很有代表性的对吧？那袁冰妍为了好资源，为了杨幂甘愿接下女二的角色，这也不是不可能，只是对于袁冰妍的粉丝们来讲，一下子接受这样的现实确实有点难。毕竟袁冰妍大多数的作品都是女主角，即便她没有杨幂的知名度高，可工作室也不能接下这样的角色安排呀，这不就相当于是自降身份了吗？袁冰妍好歹也是流量女演员，一下子从女主角的身份跳跃到女二的角色上，尽管对方是杨幂，可粉丝们也是难以接受的。所以袁冰妍工作室就遭到了炮轰，粉丝们留言表态称，如果接不了女主的戏，干脆就不要接。本来就缺资源，最后商务也没有，综艺也没有，所有反黑全靠粉丝端着，从来不在第一时间维护自己的艺人，请问你到底在干嘛呢？还有的粉丝表态称，如果真接了女二角色的话，就算是热播剧，自己粉丝也不敢出去宣传，本来自家粉丝就卑微，这样不就更卑微了吗？更有人放出狠话，说如果接了女二，那自己就退出粉丝群，转成路人，眼不见为净，也不用在这里看着心烦了。看来对于袁冰妍接下女二的消息，粉丝们一时还是很难接受的，所以大家将怒火都发在了工作室身上，因为所有的工作安排都是工作室在操办，即便接不到大戏，可也不能接下女二的角色呀。但也有人觉得袁冰妍既然能同意，工作室既然能同意，那就表示他们是通过利益考量的，在大家都同意的时候接下了这个角色，而这个利益也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过的，
一方面杨幂确实能够带动起电视剧的流量，另一方面袁冰妍这个角色说是女二，但或许也有很多亮眼的地方，所以就接了。这也不是不可能，只是在袁冰妍这里用这样的猜测去判断她接剧本的可能性的话，那确实有点牵强了。即便她不是顶流，但也是小有名气了。对于演员来讲，作品的影响力有多大，他们是不可能不知道其中利弊的。前面几部剧都没有太多热度，也没有太高的话题度，那接下来要接什么样的剧本，什么样的角色，就要好好考虑一下了。保不齐这个角色就是工作室赌的筹码呢。只是在粉丝们看来，这样冲动的决定是百害而无一利的，所以他们怒骂工作室多少也是能够理解的。演员要想拿到好角色、好剧本，除了机会外，更多地也要看自己挑选剧本的能力。有些人明明很出众，但最后依旧拿不到好剧本，流量也始终上不去。那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就要好好整合一下资源，好好为接下来的角色做一番努力。粉丝们说的也不差，搞点商务，参加点综艺节目录制，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呀。不过演员这个职业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在，有时候高人气不假，但人设没立好也是白搭。而有的时候明明是小事情，可因为舆论的走向让自己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头，这些都是需要公司和公关来左右起来的。眼下的时代里，什么东西都是需要包装一下的，一个普通苹果卖1块钱，一个被包装起来的苹果，那就是平安果的价格了，这就是差别。有时候改变不了现状，我们只能学着去适应它。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，也是无限的，在这里不发光，在那里或许就星光熠熠了呢。